Hello everybody, this is M Queen。今天 M Queen 在这里打算豁出我的命，在情人节这天唱个反调，那就是我要代表我们恋爱不应该秀恩爱的反方。其实有点很烦的是，辩论赛当中为什么只有正方和反方，而没有中方？因为如果你问我，你是支持秀恩爱的情侣，还是反对秀恩爱的情侣？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得看我喜不喜欢那对 CP。如果这对 CP 我很讨厌，他们再怎么秀恩爱，我都简直想吐。但是如果这对 CP 我很喜欢，尤其是电影里的 CP， 爱情动作戏，简称床戏，老娘都一定会播放、暂停、倒回去再看一遍，播放、暂停、倒回去再看一遍，看100遍都不够。但是我说了，今天我要在情人节这一天就是要唱反调，那就是我要反对秀恩爱。因为今天我要一改我善良可爱腼腆矜持乖巧温柔的形象，做个叛逆的人。所以你以为今天你会看到 M Queen 的经典高级电影灵魂风，总是要带着高逼格的 American accent 的 vlog 吗？ When I was diagnosed with depression, my doctor told me to exercise every day. 去你的，没有。今天是网红吐槽风，所以不看的我猜。视频开始之前，我要再次声明，所有的喷子请看清楚，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秀恩爱，而是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有逻辑性的反对秀恩爱，仅限2020年的情人节。OK， 我方开始陈述观点。一般不是网红都会放这种逗比的背景音乐吗？今天我也来放一个。在若干年前，我在某个网站的杂文名为科学证实唯美情侣具备的5大特征里面，请注意是科学证实。第一，赞美和认同；二，透明的感情；三，以共同的爱好共度优质的时间；四，情欲短讯；五，放弃社交平台。我当时特地把配文还摘录下来，说的是别让社交平台成为两人间的第三者。科学报告指出，若常常将情侣关系在社交平台上宣告，某种程度上代表这段关系的舒适度不高。越爱放开，其实感情越有问题。所以记得，快乐是现实中与伴侣的交流，而不是在网络上。再说一次，我是原文摘录，所以不要跟我理论，我又没有秀过恩爱，我怎么知道秀恩爱的舒适度怎么样？总之，我个人的经验倒是告诉我，不秀恩爱的恋爱舒适度倒是挺高的。有人就要说了，这是什么网站你贴出来？我已经说了，这是我若干年前看到的，我到哪里给你找来源呢？我当时截图了摘录了，网站找不到，你要是嫌你可以自己去找，好吧？确实这篇文章也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个科学家哪门子的科学证明秀恩爱有害恋情。于是 M Queen 我又很认真地翻阅一本书，叫《爱的5种语言》，同样笼统分成了5种语言：一、肯定的言语；二、精心的时刻；三、接受的礼物；四、服务的行动；五、身体的接触。这本书我强推，因为当时我的教会也推荐了这本书，电子版很多。但是问题来了，这里哪里告诉你这爱的5种语言里有秀恩爱？接下来换我 MQ 来说5点。第一，真正的快乐是从另一半的相处中得到的。我之前和一对情侣吃饭，然后呢，吃饭之前呢，他们就说，别动筷子，我们得美美的先合张影，然后2个人就很甜蜜的依偎在一起，咔咔拍了一张，2个人不约而同发到了朋友圈，然后2个人就各玩各的，看自己的手机，吃饭，不讲话。OK， 然后 M Queen 就在这里问你，你们真正的快乐是从另一半的相处时间中得到的吗？出于礼貌，我必须得到这个情侣的朋友圈底下去点个赞，对吧？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底下的评论，都会说，你们这一对太甜了，腻死人了，看到你们好幸福啊，青涩，都是这种评论。很多单身狗还会在评论说，我酸了，加个柠檬的 emoji。Seriously。第二，感情好不需要向世人证明，这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反对我吧？事实证明，我都不需要举例，有太多对高调秀恩爱的情侣，最后都是以撕逼分手收场。我有个朋友，美国人，性格比较内向低调，从来不用社交平台，所以他当时不太知道朋友圈是什么。那当时我和他就花了不少时间就要吐槽，为什么情侣要秀恩爱？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把秀恩爱简称为中国文化。兄弟啊，别这样了，中国文化远大精深了。Anyway， 他很注重隐私，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提过自己的私事。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大部分也都是聊课业啊、职业规划。我后来才知道他订婚了，
和那个女朋友在一起已经10年了。他一直以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精神健康、身体也非常健康的一个人。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人家过得很好。倒是有一对情侣，当时身边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在反对，这一对男女毅然决然的在一起，然后第一天就轰轰烈烈的公开，我愿意等你，我愿意一直和你在一起。然后这个男生给女生点了一杯奶茶，这个女生也就会发到朋友圈去秀一下，所有人都被逼迫着要看这一对情侣点外卖的直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们不到3个月，雷声大雨点小，默默分手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我有个朋友是 social media 的忠实客户，然后爱好吃瓜，所以他就问我说：“MQ，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这对情侣就都不秀了呀？是不是分了呀？”所有人都知道 MQ 我几乎是不刷朋友圈的，所以于是我就去问了当事人。那男方我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分手了？”这男的就回答：“那你加油，你所有秀恩爱的照片你得删好几个小时吧，手别酸了啊。”他回答：“删了1晚上。” What the？你明明知道你们俩不合适，身边朋友也都告诉你，你当初为什么还要那么高调的宣布恋情呢？然后他回答了一句：“因为我渴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What? Excuse me？ 你得不到身边最靠谱的朋友的祝福，你去朋友圈上寻求陌生人的祝福，这个脑回路很清奇啊！你真的以为这些微信朋友会祝福你？那我可要告诉你，这世界并没有那么美好，大家都是背后八卦当瓜吃，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他们又不认识你，背后笑话这段轰轰烈烈、草草收场的爱情的人多了去了。确实，当时同专业的同班同学一直就在八卦议论这件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Taylor Swift 和 Tom Hiddleston 在一起过？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整个外网，包括连淘宝都出了一个产品，就是什么 Taylor Swift 的恋爱分手保险。大家都在赌说这一对到底会在一起多久，果不其然，没多久就分手了，最后沦为整个网站的笑话。我想，如果你是 Taylor 的粉丝，我相信你们一定很心疼吧，看到 Taylor 被那样嘲笑。后来 Taylor 的现任男友 Joe，Taylor 再也没有那么高调的就去公开了，大家也可以去想想为什么。这也是 Taylor 历任那么多男朋友时间最久的一任了吧。我们大家诚心的祝福他们这一对吧。真正好的感情是不需要拿到票圈去证明的。第3，把问题公诸于世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希望有人可以跳出来告诉我，把问题公诸于众真的能够帮助你们的关系更加稳定，让你们的性生活更加和谐吗？我碰到太多对情侣喜欢把吵架的聊天记录挂在网上，让姐妹们一起来骂对方，然后最后谜一般这对男女还和好了。I don't understand this world anymore。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需要旁人来添油加醋。实际上所有的感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是2个人的责任，2个人的事，更何况很多时候它并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当你把问题放到了网络上，大部分情况这么做都是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的，那么这就是你的失礼了。不过有种情况例外，就是那种需要报警的事儿，比如家暴。中国人如果这么注重面子，你把问题还在网络上公开，或者是对方把你的问题公开，或许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只是对方一时的怒气。你走在路上，别人看你的眼神，难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那样的难为情吧。所有的情感问题发生时本身都很复杂，如果能够简单处理是福气，而放到网络上就失去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秀恩爱如果方法不对，就会引发下一个问题，也就是 M Queen 的第4点。到这里我需要把吐槽频道稍微调整成倾诉，因为这是发生在我周围人的真实案例，是我在乎的人，当时发生时连我都感觉心如刀割。4，秀恩爱经常少不了比较。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习以为常了吧，比如一个男生大学里谈了3、4个女朋友，这个数字其实很正常也很合理。但是你们有没有碰到那种情况，就是这个男生如果很喜欢秀恩爱，那么他的4任女朋友等于在不同的时间段都赤裸的出现在朋友圈供大家公开处刑。为什么？我觉得他现任女朋友没有他第1任好看耶，但是比第3任好看。这一任胸很大身材很好。第1任好胖哦。
终于他这次眼睛长对了。当时我的好朋友是那个男生的第2任，正好因为这对旧情侣都是一个科系的，等于他们的微信好友都是一个系的。我走进这个学院时，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我的好朋友不是一个物品，不是可以用长相来定义的。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网络世界里，比较就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陋习，只能改变自己的方式，不是吗？好了，接下来心碎的一幕就来了。这个渣男在微信上 PO 了一个秀恩爱的文章，他就开始说了，我谈过3任，最短的有2个月，最长的有3年，那3年指的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倒吸一口气，试着有勇气继续读下去。然后这个男的说，但是这前面的恋爱都不是我想要的恋爱，直到我遇到了你，我才知道爱情童话都是真的。文章的评论区清一色都是很多人的祝福，我却笑也笑不出来，祝福也祝福不起来，因为我回忆起我那个好朋友为那个男生亲手织的围巾，亲手做的爱心便当，这些记忆是不是都成为过去的垃圾了？我不敢讲给我的好朋友看，但是大家都是一个科系的，所以我总觉得会有那种看好戏的心态的人会偷偷转发给我的好朋友看。实际上你谈恋爱的对象他不是个物品。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他品学兼优，善良贴心，他得到了我朋友的一致认可。他生长在一个非常有爱健康的家庭里，所以因此他永远都无法理解生在一个充满暴力和背叛的家庭中的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抑郁。我并不会怪他，但是他满足不了我在关系当中最基本的需求，理解。同时我也满足不了他，因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手，而我连五线谱都不会读，加上我们长期是远距离恋爱，我们最后决定还是要和平的分手，至今还会联系彼此，关心互相。我冥冥之中都会希望说他能够再找个女朋友，是像他一样热爱钢琴、热爱古典音乐的女孩子。那你也看到了，我心爱的男孩是很美好的，和他恋爱的关系也是很美好的。那你就能说我的后任要比他好吗？或者是他后面谈的女生难道就比我好吗？我不会钢琴是罪吗？而分手的理由什么时候是因为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然而别忘了，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善解人意，去比较去 judge 永远更快更简单。比较会让很多事情变质，是感情的杀手，会让感情问题无中生有。研究再次发现，不常用社交媒体的人过得会比重度使用者更快乐更开心。 MQ 的最后一点，我需要为单身狗发声了，给单身狗放一条活路行不行啊？你们秀恩爱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害。我的好朋友就是一个例子，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人因为不成熟的秀恩爱的方式，无形伤害了太多的人心。或者是说那些刚刚经历分手之痛的人，比如你打开手机无意间看到好像所有人的恋爱都很幸福，唯独你是孤独的。其实你是被假象迷惑了，不是所有人的恋爱都那么幸福，只是看起来幸福的情侣在朋友圈总是会显得那么显眼突出，甚至很刺眼。但我来告诉你，社交媒体是21世纪最大的骗术，媒体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品性，撒谎程度也大大不同。也许真正幸福的情侣也会秀恩爱，给大家去分享他们最真实的喜悦。但是 MQ 可以在这里300%的向你们保证，不是所有秀恩爱的情侣是那么幸福的。但是你无从求证，你却被假象深深的伤害着，这样真的值得吗？更可怕的是，现在网络上有太多的恋爱博主，当然不是所有的，正在被网络的产业牵动着，秀恩爱成为了一笔生意。越多人来围观，越多的浏览量，那就代表越多的代言费。为了钱，都会有人装得很恩爱，让你吃糖，而背后的真相无从可知。
太多的明星因为才华平庸，也走向了夫妻恩爱秀这条路。等到铺天盖地的媒体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时，他们宣布离婚，粉丝的心就此碎了一地，呼喊着：“哎呀，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不是爱情骗了你，而是交易骗了你，你却成了最受伤的观众。你或许会说，哪有那么严重？我吃别人的瓜，吃到了别人的糖，但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过着我的日子。可是这违背了韩化理论所说的，简而言之就是媒体潜移默化的效果。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看暴力内容的电视节目，这个人会不会有可能也因此受影响，成为有暴力倾向的人？同理可知，如果每天你一直以来都是吃不同 CP 的糖，最后他们相继分手了或者结婚了，他们所创造的假象爱情观会不会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你真正该有的爱情观？其实我说了，我如果想辩论，我想做个中方，我既不支持秀恩爱，也不反对，这一切都取决于方式和初衷。网络世界是个富有魔幻主义色彩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已经去世的雪莉吗？她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她当时公开了她的恋爱，却引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雪莉公开恋爱又有什么错？错的是网民的嘴。但我们真的能改变网民的德性吗？你又真的不会被评论影响吗？反过来，长期吃甜瓜的你，真的希望你被爱情假象喂了假糖吗？到头来 M Queen 在这里诚心的提醒你，无论你是撒糖的还是吃糖的，在圣经非常魔幻的这个世界里，都一定要小心你们每一个行为，要能够承担所有的后果。这是我送给大家情人节的忠告。